如果我告诉你卖水就能成为中国首富，你相信吗？事实就是有人已经做到了，他就是农夫山泉的创办人钟闪闪。预告一下，今天的内容将会非常精彩，因为我将会拆解农夫山泉成功背后的原理。你听懂以后，没准下个中国首富就是你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生意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多年以来，双马、马云、马化腾一直是中国首富位置的人选。不过，在2020年9月8号，农夫山泉的创办人钟闪闪就一路登上这个宝座，但可惜只维持了大约半个小时。其实当日是农夫山泉在港股市场的首日上市，开盘的时候因为股价涨了85%，让创始人钟闪闪身家一度超过4000亿港元，超过了马云、马化腾。不过在下午收盘的时候，农夫山泉的股价就回落了，使钟闪闪不得不把首富之位退还给马化腾。但他这一鸣惊人，却引起了外界的好奇。钟闪闪他到底是谁？每瓶卖2元人民币的水是如何把他捧上首富之位呢？别急，马上告诉你。但在此之前，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打开小铃铛，因为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创业赚钱的思维以及方法了。钟闪闪因为他闷声发大财，独来独往，所以被称为独狼。1954年出生在杭州，为了给家里补贴，小学5年级就没有上学了，当过泥瓦工、木匠等等。小小的年纪已经体验到用劳力赚钱的辛酸。他23岁的时候，终于可以参加高考，可惜连续2年都考砸了，但最终也让他考上了电大。后来，钟闪闪还在浙江日报做了5年的记者。这5年内，他采访了超过500位成功企业的大老板，这让他累积了不少人脉以及资源。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也让他有了下海创业的想法。到了1988年，中国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创造了一股创业的风气。在这个创业的时代里，钟闪闪也受感染了，他也想试试看创业，于是辞掉了记者的工作，来到海南。只是他看中的并不是主流的房地产项目，而是保健品，因为他认为这投入低，回报快，他想做一款自己的保健品。但最大问题是他并没有启动资金，而且当时2大保健品品牌太阳神和娃哈哈已经垄断了整个保健品市场。就在那时，他人生的转折点出现了。娃哈哈海南的经销商放出了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钟闪闪察觉到有利可图，于是凭着做记者时期的人脉关系，成为娃哈哈在海南和广西2地的总代理。事后，他利用简单的低买高卖原理，把在海南低价拿到的货物运到广东高价贩卖。但这事没能做太久，娃哈哈董事长钟清后为此开除了钟闪闪总代理的身份。虽然如此，钟闪闪却获得了宝贵的创业经验，还有第一桶金。有的人说，钟闪闪37岁之后的经历完全像开了挂一样。1993年，钟闪闪成立保健品公司养生堂，发明了龟变丸，1年就赚了1000万人民币。后来，钟闪闪疯狂打造自己的保健品帝国，建立了很多保健品品牌，而他的客群上到老人家，下到小学生，只要会走的都在他营业范围之内。3年之后，钟闪闪却退出了保健品市场，他带着赚来的起始资金，成立了农夫山泉，开始卖水了。但情况并没有很乐观。当时他的老东家娃哈哈几乎垄断了整个饮料市场，钟闪闪想做水生意，显得难上加难。直到2000年，钟闪闪高调宣称纯净水长期饮用有害人体健康，而农夫山泉只生产天然水。当时生产纯净水的是娃哈哈、乐百氏带领的所有水企。之后，娃哈哈起草声明抵制农夫山泉不正当竞争，而农夫山泉却反将娃哈哈告上法庭，指责娃哈哈散布自己的负面信息。最终，农夫山泉虽然被法庭判决败诉，但娃哈哈并没有获得好处。2018年，农夫山泉的市占率已经获得28%，
连续好几年市场第一，打败了竞争对手康师傅，而娃哈哈的市占率仅剩下不到7%。其后，钟闪闪收购了万泰生物。2020年4月，万泰一上市就从28个亿升到900亿，为钟闪闪带来了800多亿人民币的财富。很多人都说钟闪闪记者的经历是他创业成功的关键，因为让他变成了行销高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人，他曾经说过企业不炒作就是木乃伊，而在农夫山泉广告部的墙上就曾一度贴上这样的标语：好的广告不仅是引起用户的关注，更重要的是让用户讨论。这些话并不是说说而已，还真是农夫山泉的成功之道。2000年，农夫山泉提出了纯净水对人体无害的理论，推出了天然水的概念，迎合都市人对于自然和纯净的向往，并喊出农夫山泉永点甜，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等等深入人心的广告语。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因为这样就和当时生产纯净水的娃哈哈、乐百氏等品牌闹进了法院，虽然最后案子打输了，却把天然水的概念植入民心，就是我常说的给客户洗脑了。时至今日，究竟是天然水好还是纯净水好呢？依然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争议。但既定的事实是，这场水战带来的轰动与争议，极大提升了农夫山泉的知名度，让它成功登上瓶装饮用水3甲的宝座。农夫山泉的营销策略就是大举投入营销，用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将大自然搬运工这个企业形象刻入人心。尽管农夫山泉每瓶2元的价格甚至高于娃哈哈1元的价格，但市场和消费者认知已经被教育的差不多了。随着国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意识的增强以及品牌的教育，人们对饮品市场认知加深，开始追求健康、口感。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价格低不再是饮品市场的利器，农夫山泉也因此获得市场的认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农夫山泉带着水中茅台的称号，要在香港上市。数据显示，2019年农夫山泉综合毛利率高达55.4%，而旗下包装饮用水产品毛利率更是高达60.2%。简单来说，只要我们买进一瓶2块人民币的农夫山泉，公司就能净赚1块2毛人民币。同样都是水，只有诸如茅台这样的白酒产品以及相关疫苗产品的毛利率才能与之媲美，所以获此美称。但千万别小看这个称号，这里的茅台暗含着贵州茅台的意思。你知道贵州茅台一直是中国股票市场的龙头股吗？它现在一股的价值就1000多块人民币。把农夫山泉比喻成茅台，除了因为它们有着同样低成本而且暴利的特性，还有蕴含着它有与贵州茅台一样飙升的潜力。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农夫山泉能够受到香港投资市场资金的追捧。简单的一个口号或者比喻就能够把水卖成中国第一，靠的就是炒作的威力。其实钟闪闪说的对，好的广告就是能营造话题，然后植入人心。通俗一点形容就是炒作，然后不断的给人洗脑。农夫山泉是一个把炒作玩到让人眼花缭乱的企业。相对于在幕后做了多少功夫，农夫山泉更愿意和你讲它的广告做得多漂亮，把最简单的展示给大家，让大家如获至宝。其实不过是企业的常规宣传手段罢了。好了，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卖空气能卖到中国首富吗？听说点赞的朋友会更容易赚到钱哦。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开源节流的信息，订阅跟打开小铃铛就可以了。你小小的举动可能为你带来无数的财富。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拜。